今天教大家做个什么菜？做一个烧椒酱。在生活中呢，很多朋友喜欢吃这个烧椒酱，但是呢不会做又不会用。今天我帮你解决，用6个菜来演示。首先做这个烧椒酱呢，选用的是这种轻的2荆条，像这种长的辣椒，它不是那种叫什么那个叫线椒，它不一样啊，这个是比较薄的一种啊，这种叫2荆条。把这头部直接给它取掉。好，做这个烧椒2种方式，如果你想减懒，可以直接在火上烧，但这种方式呢是不是那么健康的？今天我们用在锅里煎的方式啊。这个辣椒有点长，因为我锅比较小，我会把它取淡一下，我们在锅里去煎它。好，这步呢我们找个铁锅，就是你家里面有平底煎锅、铁锅都可以哈，直接下锅。这个时候不要去加这个盐，如果你加盐的话，它里面水分就会提前出来，你的辣椒就是软塌塌的，直接干煸，中小火慢慢去干煸它。锅内部不限，你可以用这种平底煎锅啊，都行，像我的大铁锅都可以。中小火慢慢去煎它，把这个辣椒的香味自然给它煎出来。其实这个菜呢，在我小时候我们就叫煎海椒，我不知道，可能四川朋友应该比较清楚这个，小时候吃的煎海椒，可能其他地方人不太清楚这个煎海椒，这是非常下饭的。好，我们煎的时候只要把两面煎成这种虎皮色就好了，不要煎得太黑太过于了。这时候我们找一个熟食的砧板、熟食的刀，因为它是直接入口的这种酱，我们给它注意卫生，用刀直接给它剁蓉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剁一下这个蒜，这个呢叫捣蒜器啊。这种蒜呢，你可以在这个捣蒜器里面捣出来，它比较有一种粘性，和那种剁出来是2个感觉。如果你没有呢，你就可以用这个砧板来剁都可以。其实辣椒也可以放在这里面去蒸。好，剁成之后呢，接下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哈，它这种粘液和那种你自己在砧板上剁它不一样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找个这个奶锅，下点菜籽油，把它烧熟。就正常的在四川这边做烧椒，好多放的这种生的菜籽油在里面拌，可能有些朋友吃不惯。我今天采用方式呢，把它烧熟再浇到里面。好，这个菜籽油我们烧到冒烟，大概熟了之后，接下来我们给它浇到里面。它是一个可以高温的玻璃碗，如果你家里面没有，千万要注意安全，用个不锈钢的碗哈。好，拌的时候我们再加点这种蒜蓉，姜米、葱花。拌匀，再给它浇一下。好，搅拌均匀，开始调味。我们加入2勺的生抽，好，半勺的蚝油，半勺的芝麻香油，1小勺白糖，盐来1小勺。它的香味基本上都出来，用油一浇，它这种辣椒的香味就出来了。特别是经过它在锅里煸过之后，好，这个酱做好之后呢，你放在冰箱冷藏，其实可以放3天是没问题的。但是呢，你不要放葱放里面放3天啊，就是加葱放3天的话，它放不了，因为葱会酸。就我们什么时候吃，就什么时候加的葱花是最好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做好的烧椒酱。烧椒酱做好之后，那么怎么用呢？我们先做第一个烧椒酱拌饭。好，直接把烧椒酱放入饭上。有些朋友喜欢吃那种粗一点的，你剁的时候就不要剁这么的细，可以稍微给它剁粗一点点。接着来做一个夏天非常经典的烧椒茄子。茄子呢切成段，上笼蒸熟之后呢，我们直接给它撕出来，浇上烧椒汁就好了。好，把这个头尾稍微给它切一下。切成段，直接蒸捆了就好了。如果你把这个皮削了再去切成条自己蒸的话，它容易上水，这样带着皮会好一些。好，水开油了，放入锅中，中火蒸个12分钟。好，时间到，要拿出来。这里给大家说个细节，尤其是我们茄子蒸熟之后，你看这儿其实它非常多的水分的，这个时候水你要把它倒掉，如果你不倒掉，夸你把那个什么烧椒汁浇上去，它盐味就会被稀释掉，整个菜就没有盐味了。这个水要倒掉。好，我们趁热直接给它撕成条就好了。我的手呢是经过这种训练过的，就是比较适应烫。如果你不能适应，稍微把它冷却一下，我们再来撕，不要烫着你的手。有点烫，握的有点烫。
这个训练过的手都有点烫，这个得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稍等一下啊，缓个几分钟。看没有，这些它又出水了，接着再给它倒掉。这些都是做菜的细节。好，我们直接加上烧椒汁儿。好，可以了，稍微来一点葱花。第3个菜给大家做个烧椒皮蛋。好，我们做这个烧椒皮蛋需要一部分就是剁好的烧椒，还有一部分是没有剁的。这个没给大家演示，很简单哈，我们只需要拿一半来剁东西，一半撕了就好了。这个扯成条。接下来我们改一下这个皮蛋。改皮蛋，因为它直接入口的东西，这个时候你要选干净的刀，就是干净的砧板，它是熟食的哈，直接入口，不要拿切过生食的东西再来切。改刀花4瓣就够了。好，我们开始给它装盘。好，我们现在把之前做好的烧椒酱倒入这个撕成条的烧椒里面，这样的话烧椒吃起来会有层次感。中间呢，我们放这个撕成条的，这个也是调过味道的，边缘直接给它放上。第4个教大家做一个烧椒嫩豆腐。这个如果你买不到嫩豆腐，可以用什么代替？可以用豆花。这个豆腐呢，我们改个刀，稍微把表面这个膜给它扯掉。很多朋友呢，像这种盒子呀，老是说把豆腐确实是烂了，教大家一个方式，怎么弄呢？直接把下面给它片了，轻轻的给它片开。这样的话取出来就是一整个了。好，取出来之后呢，我们稍微给它冲洗一下，用清水。接下来我们把烧椒酱呢稍微给它放点淀粉，为什么要放淀粉呢？因为这个豆腐里面非常多的水分，我们去焗的时候它会大量水出来，这个时候就需要扯点芡，所以放点淀粉在这里面，像扯芡一样。好，我们来2勺的这个土豆淀粉，给它搅拌一下就好。这个是个煲仔，我们给它烧热之后呢，稍微给它喷点油。下入海鲜锅，这已经洗过的海鲜锅直接下去，给它炒一炒。好，炒香以后呢，我们下点蒜米、姜米，清洗过的豆腐直接下锅。好，我们直接用这个铲子啊，给它稍微改一下刀就好了，在锅里改一下刀，放入我们的烧椒酱。接着我们盖上盖子，中小火焗个8分钟。好，时间到，开给看一下，炒上葱花，直接出锅。第5个教大家用这个烧椒酱做一个蒸鱼。鱼呢，你可以选这种鲈鱼啊，或者桂鱼、银鳕鱼都可以。今天我用鲈鱼给它演示一下，先给它改个刀，贴到这个鱼骨的地方，给它切进去。里面改好刀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把外面改个刀。我们先把正面划3刀，翻过来之后呢，背面再给它划3刀，这样的话便于我们蒸的时候容易入味。好，改完之后呢，我们稍微把这鱼给它清洗一下，里面这些有血的地方给它冲洗干净。其实这些都是腥味的来源，贴在这些地方稍微你看给它扯干净。清洗完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做个腌制啊，给它少许的盐，里外都是要放上盐，不要太多。白胡椒粉，来点花雕酒，姜葱，稍微在手里给它揉一下，给它摸一摸，揉一揉，这样的话可以把这个盐味去给它揉均匀。好，我们腌制个5分钟。好，5分钟以后呢，我们把多的姜葱给它叼起来。这个时候还做一个动作哈，在这个鱼的表面稍微给它抹一层薄薄的生粉，就土豆淀粉，不然的话待会儿
这个烧焦上去它就滑下来了，蒸出来之后它就全部滑到盘子里了，稍微有点粘性，这样的话不至于辣椒全部滑下来。好，可以了。现在把它烧焦给它铺上去。好，锅中水开之后呢，我们放入鱼。好，我们大火蒸一个12分钟。好，时间到，哇，给它拿出来。好，我们再给它撒点葱花，加点油，放两个香菜，可以了。最后一菜，我们做一个烧焦拌牛腱。好，牛腱呢，我们先给它焯焯水，冷水下锅，加点姜葱，清洗过的牛腱直接下锅。这个牛腱比较大，我们可以吃个2顿、3顿都行。给少许的花雕酒，给它焯焯水，我们再来做下一步处理。好，水开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个浮沫稍微给它打一下。接着把牛腱捞出来，冲冲水。这时候用这个温热水给它冲洗一下。焯过水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换一锅水，烧开以后呢，一样的下入姜葱、2个八角、4片的香叶，稍微来点这个白胡椒粒，放入我们焯好水的这个牛腱、花雕酒。烧开之后呢，改成小火，先煮1个小时，最后把火关掉，焖30分钟。好，时间到，我们给它捞出来。好，这里教大家一个方式，就是牛腱的话，我这是大牛腱，如果你比较小，你要提前看一下，用个竹签轻轻擦一下，只要里面没冒血水，它就熟了。不要煮得太过了，太过它就容易趴。好，我们捞出来，让它自然冷却。好，我们现在等那个牛腱稍微冷却之后，我们来做一个改刀。因为热的时候它切出来它是不容易成型，稍微给它冷一下，你再来切。接下来我们开始给它凉拌一下。这个是一部分手势的烧焦，芹菜、香菜，这个是调好的烧焦酱，直接放在里面，搅拌起来。今天这期呢，我就教大家做了烧焦酱的做法，并且还做了6个菜，里面有什么？有蒸的，有凉拌的，有焗的，来体现了烧焦酱到底怎么用。并且你在家里面做，你可以做一些更改。有些朋友喜欢吃辣的怎么办呢？我教大家一个方式，你可以加点小米椒。有些朋友喜欢吃麻的怎么办呢？可以加点鲜的青花椒，这样给它综合一下。最重要你在家里面做的时候，就是做出你适合你自己的口味，非常重要。我是阿伟，请关注我，你第2的宝箱。